大家好，欢迎你再次来到读书有道，一同探索生活的深度，感悟人生的宽度，分享智慧的高度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叔本华5句话揭示人生全部意义。当我们揭开哲学这一深邃广大领域的神秘面纱时，叔本华的名字熠熠生辉。他是一位声望卓著、影响深远的世界级思想家。莫泊桑，这位法国文学界的杰出代表，曾经对叔本华的卓越哲学思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，形容他为有史以来最出色的梦想解构者。叔本华的学术理论受到柏拉图和康德的深厚影响，充满了浓烈而原始的悲观主义色彩，展现了一种对生命和存在的深刻理解。他也是一位勇于公开质疑和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先驱，坚信生命的意志是支配着世界运行和变化的无形力量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尽管叔本华的思想深度和广度都极为出色，在他生前，他的哲学著作却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广泛认同。如果说我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，那也许这个时代也并未足以包容我。这句话凝聚了叔本华对于自己思想理论的最终自信与坚定，展现了他对于真理追求的不懈努力与坚韧。现今，叔本华在哲学历史中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，他深邃的思想和见解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人生思考，成为探索人生真理和意义的一盏明灯。1. 人生就像钟摆。关于人生的深度思考，叔本华提出了一种极为形象和直观的比喻，他将生命比作钟摆，人生宛如钟摆，不断在痛苦与倦怠之间摆动，这两者成为了构成人生的基本元素。生命的海洋中充满了无数的漩涡与暗礁，我们都是那大海中缥缈的一叶扁舟，时而要面对波涛汹涌的风暴，小心翼翼地航向未知。对大多数人来说，是欲望驱使着我们不断前行。当欲望得到满足时，我们会沉浸在无尽的欢愉之中。然而，欢乐过后，我们又会逐渐陷入厌倦，开始寻觅新的欲望。我们不断在欲望与厌倦的漩涡中打转，生生不息，直至生命的终点。钟摆理论构成了叔本华悲观主义哲学的核心思想。社会学家李银河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见解和建议：要想摆脱叔本华的生命钟摆，除了追求纯粹的认知与审美享受，还需要不时地承受巨大的痛苦，直面生命的无情与残酷。人生就是无数个点的连续，过去已然消逝，未来尚未到来，只有当下最为真实存在。因此，叔本华深刻地告诉我们，生命中最高的智慧，便是活在当下，尽情享受每一刻。2. 幸福来源于内在。在《美丽新世界》这部深度反思未来社会的著作中，赫胥黎揭示了一个颇为讽刺的观念，对于时下的价值观给予挑战。这个理想化的新世界似乎完美无缺，但它有一个根本的短板，那里的人们虽然享受着幸福，但却是被塑造出的幸福。反照如今的社会，众多人为了虚妄的权利、财富与名誉而放弃了对自由、对真实价值的追求，最终陷于浮华的盲目追逐。叔本华认为，真正的人生幸福并不复杂，其核心在于一个人的自身条件和内在修养。简洁地说，那便是身体与心灵的双重健康。当人们过于依赖外在因素去定义自己的幸福，他们便如同漂泊的叶子，被风推着走，毫无定向，整日生活在不安中。
这样的人逐渐失去了人生的主导权，他们的存在随之沦为一场生活的悲剧。那么，真正的幸福究竟在哪里呢？它其实属于那些懂得寻找内心乐趣、真实享受简单生活的人。林语堂先生曾经如是说，对我们都有深刻的启示。人生中的幸福可以概括为4点：一是在自己的床上敢入睡；2是品味家人亲手烹饪的美食；3是倾听至亲之人的深情话语；4是与孩子共度欢乐时光。对于那些步入中年的我们，大多已经处于家有老小的阶段，因此，请不要再盲目的忙碌下去，要深思熟虑你的人生哲学和价值观，因为那是源于你内心，也是真正为你带来幸福的源泉。3. 别太重视别人的看法。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完全独立，每个人的存在都是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一个节点。活在这世上，我们都是无数社会关系的结合体。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，我们常常展现出一种明显的弱点，就是过度在意他人对我们的看法。如果你不断地问自己为何不快乐，这或许就是答案所在。大多数人往往会以社会的期望、他人的评判以及其他模糊不清的标准来评价自己的价值。别人的一瞥冷眼，我们就开始反思，纠结于我们是否说错了什么，做错了什么。别人的一抹微笑，我们便觉得自己得到了肯定，仿佛天降喜悦，仿佛找到了存在的价值。如此这般，我们总是活在他人的视角中，用他人的尺度来定义自己的生活。这种忽略本质、追求表象、颠倒重要性的生活方式，实在是太令人悲哀。我们应该回归自己真实的人生轨迹，更多的聆听内心的声音，因为这才是我们存在的真正意义。4. 独处使人明智。伟大的天才常常预定了孤独的人生。叔本华深刻地指出，在这个世界，我们其实只能在两者之间做出选择，孤独或庸俗。尼采作为叔本华的崇拜者，也发出了深沉的叹息：我需要飞翔到何等的高度，才能避免看见平庸的众生。具备智慧的人，本身即是一个完整且丰富的微宇宙。在这宇宙中，他可能孤身一人，却从未感到孤独，因为他的心灵日益丰饶，对外界的渴望逐渐减少，人生因而充满了幸福和满足。正如赫尔曼·黑塞所言，世上最让人敬畏的，正是通往自我深处的路径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世界的真面目逐渐呈现在我们的眼前。我们对孤独的偏好，逐渐演变成一种真挚而自然的本能，因为到了这个年纪，无谓的社交和纷繁的喧嚣已无法触动我们的心弦，而我们所有的兴趣和爱好，都在这个阶段融入了对孤独的热爱。我们逐渐明了，人生的价值不是来自外界的富裕，而是源于我们内心的丰盈。那些不珍爱独处的人，也无法真正珍爱自由。让我们在孤独中享受自由，探索内心深处的真我，明了生命的真谛。5. 会思考才能自由。著名作家毛姆精辟地指出，书籍是人类心灵的庇护所，书籍使我们得以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桎梏，窥见过去与未来。它是我们探知世界的窗口，是心智成长的阶梯。然而，阅读不等同于对书籍的盲目顺从或机械性学习。在《读书与书籍》一书中，叔本华深刻地表达了他的见解：未经深思的想法是危险的，读书实则是借用他人的思考，
我们只是在重现作者的思维过程。如果一个人始终沉浸于书海，他会逐渐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。在今天这个提倡全民阅读的时代，这句话似乎与主张学习型社会的理念相悖。真的是这样吗？若你细细品味，会发现叔本华的这段话确实为我们敲响了警钟。因为当一个人为建立起自己的思考体系时，他会变成书中思想的傀儡，被其牵着走。这如同新生的婴儿，未发育成熟的消化系统令他们只能摄取流质食品。此时的阅读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吸收知识，而更像是一种灌输。因此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沉思，在阅读时，是否陷入了等着别人咀嚼后再喂养的误区。所有书籍，所有思想，都应被我们深思细琢。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，我们才能避免变成书呆子，才能真正学会在阅读中思考，走向心灵的自由。结合以上5点，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关键性的理念。首先，真正的幸福并不是由外界条件决定的，而是源自内心的平静和满足。人们需要放下对他人看法的过度在乎，回归到自己的内心，倾听真正的声音，发现真正的自我。孤独并非可怕，反而可能是通向深度思考和自我了解的途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更能明智地探索和理解生活的意义，并能更自由地发掘和表达自己的独立思想。其次，借助读书，我们能窥见无限的知识与智慧。然而，阅读绝不仅仅是一种信息的接收，更应是一场思维的对话和心灵的探索。我们需要避免成为书中思想的傀儡，而是要学会独立思考，以免失去心智的自由。综上所述，幸福、自由和智慧是人生3大支柱，它们相互缠绕，相互影响。真正的人生价值并非外在的权利、金钱和名声，而是源自内心的幸福、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真实自我的理解和接纳。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内心的声音，通过独处和思考来不断丰富我们的内心世界，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幸福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下个影片见。